位滚滚猪公，大家好，我是台主阿航。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312原理。懂得312原理，就可以精准的计算出球道上每个想打的地方。312原理其实源自于球道上的密码，也就是球道上的记号以及距离间的关系。助走道到犯规线是15尺，犯规线到箭头区也是15尺，犯规线到1号坪是60尺，所以箭头到1号坪的距离也就是45尺。我们把终点到1号坪连成一条线，另外再拉一条辅助线，以10号坪为例，经过箭头再到15尺处的站点处，分别与置评区、犯规线、助走道站点形成3个三角形，对顶角相等。置评区、犯规线、站点记号平行，与辅助线内错角相等。3个三角形角度相等，故 AAA 相似三角形得正。又因箭头到1号坪为45尺，箭头到犯规线为15尺，箭头到站点记号为30尺，约分后为3:1:2的相似三角形关系。换言之，以1号坪与10号坪的位置分属于1箭及4箭，也就是中箭，间隔为15块板。所以正确的移点方式为瞄准同一个箭头，站点向左边移10块板，下球点向左边移5块板，即是解到10号坪的标准点。至于下球点向左5块板是什么意思呢？在保龄球的训练当中，最后一步是至关重要的，站稳是打保龄球的基本功。除此之外，每一次出手后，脚步都该尽量停留在同一个位置，这也是准度的另一项指标。故312原理的运用，在出手后可以检测一下自己脚步移动的板块是否为站点移动板块数的1/2。如果误差太大，那代表步伐的移动与行进路线并未保持一致，需要再检视一下自己的基本动作。熟悉312原理，以直球来说，理论上就可以精密的修正到球道上的每一个位置，而不需要去考量球道上游程的状态或者球尾的移动偏移量。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向大家推荐以直球的方式来解球。当然，在球道游程稳定的状态下，即便不是打直球，我们也是可以轻易的计算出需要调整的偏移量。那369系统是如何而来的呢？如同 EP25 所说的，每一支球坪的间隔就是1个箭头的距离，目标距离3个箭头，经过312原理，我们需要移的站点就是移10块板，那么目标差1个箭头就是除以3，也就是站点移动10/3块板，约分后为3.3循环，而2个箭头就是6.6循环。对于初学者来说难以理解，所以我们以简单的369口诀就可以帮助大家容易记忆。至于为什么采用的是无条件舍去而不是4舍5入呢？别忘了哦，保龄球的摆放还是有分为前后的，虽然远在60尺之外，但是还是有些许的影响。瞄准后排的球坪，若完全依照公式来移点，物理上会达到稍微偏薄的点，而两边的角坪也是要尽量避免洗钩的风险。所以移动9块板，瞄准角坪的内侧，在实际的运用上，效果应该是比移10块板来得好一些。看完这条影片，对于解杯娃娃或者技术球，是不是非常有帮助呢？当然，理论之余，最重要的是上球道去验证一下吧。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订阅、按赞，并且留言分享给我们你的心得哦。每一则留言我们都会看。订阅滚滚助攻，拉近你与300分的距离。我们下次见，拜拜。请订阅、按赞、分享，我们还有更多保龄球影片推荐给你。